辉宝今天想去室外，于是便学着妈妈以前的样子坐在门口等着。这时，好奇的瑞宝也走了过去。辉宝看到后，立马要给瑞宝赶走。辉宝这也是跟妈妈学的，因为以前爱宝在去室外时，姐妹俩要是跟过去，爱宝就会把姐妹俩撵走。于是辉宝看了后认为，通道门每次只能出去一个人，所以辉宝这边学着妈妈的样子，试图给瑞宝赶走。辉宝折腾了一会儿，瑞宝不走，辉宝自己给自己气走了。不过辉宝很快就从不开心中走了出来，因为宋三岁这时给辉宝送来了零食树。首先走向宋三岁的是辉宝，而圣熙阿姨则在一旁负责摄像。但瑞宝这里却对零食小树不感兴趣，咬着姨母的裤腿，想让姨母陪自己玩。圣熙阿姨让瑞宝去找妹妹，一起去分享小零食。瑞宝听了姨母的话，走过去摘了一个胡萝卜下来。辉宝这拿着竹子，笔直的坐在小亭子上，向宋爷爷小零食其中的一个环节，像是个大熊猫支架。宋三岁想体验一下自己亲手投喂的感觉，但辉宝明显不给宋三岁面子，辉宝不吃。宋三岁宠溺了一会儿辉宝后，又来到了瑞宝这里，同时又给瑞宝拿了一根新的小零食过来。姐妹俩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个，这向来都是宋三岁的原则，从不偏心。辉宝熊生的第一个冰镇莫吉托了，姐妹俩第一次见这冰冰凉凉的东西，很是喜欢。辉宝接过爷爷给的冰镇莫吉托后，便不撒手了，带着冰镇莫吉托来回走动，东躲西藏，生怕宋三岁再给其抢走了。很快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起初姐妹俩一人抱着一个，但是辉宝总觉得姐姐手里比自己的那个要好，非要给姐姐手里的那个抢过来。宋爷爷见状只好上去拉架，好在瑞宝这里不挑，不管哪一个都喜欢，于是便将自己的给了辉宝，自己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那个。这时就看出了瑞宝当姐姐的样子，虽然只是大几10分钟，但瑞宝依旧是懂得如何照顾妹妹。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玩的火热，宋爷爷为了拍全姐妹俩玩耍时这有趣的样子，直接站在了独木桥上进行拍摄。炎热的夏天，哪只熊猫能不想来杯冰冰凉凉的冰镇莫吉托呢？在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啃咬时，宋爷爷又去搬来了竹子，为一会儿爱宝来园区做准备。宋爷爷还不忘给姐妹俩带一份小零食，因为姐妹俩现在比较小，还不能一直抱着大冰坨子玩耍，防止晚上闹肚子。宋爷爷将姐妹俩的冰镇莫吉托带走后，姐妹俩又抱着胡萝卜开啃。姐妹俩现在恒牙发育的已经可以完全拿捏胡萝卜，而这时爱宝也从室外园区回来了。姐妹俩的胡萝卜不快点吃，将会全落入爱宝的手里。好在小木床上的竹笋为姐妹俩多争取了2分钟的时间。等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准备收熊回家。不过这宋三岁挺大胆的，居然敢当着爱宝的面挑衅姐妹俩。这要是其他大熊猫妈妈，早把宋三岁当成嫡媳，冲过来拍宋三岁脑门了。要不说咱爱宝懂事儿呢。宋三岁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的，都没有半点应激表现。宋三岁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想起了正事儿，那就是接姐妹俩回家。宋三岁拿着大竹笋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让姐妹俩过来。姐妹俩真就听了宋三岁的话，一前一后的跑了进去。这次姐妹俩属实给宋三岁面，也让宋三岁这次收熊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老板叫我晚上开的。这周江爷爷看到爱宝没有自己高，开心的在爱宝面前开怀大笑。爱宝看到疯癫癫的江奶爸，直接愣在了原地，心想刚才是不是自己眼花了，怀疑刚才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江奶爸，而是宋三岁。爱宝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才缓了过来。这2天江爷爷的活力些许有些旺盛，在圣熙姨母的节目里也当起了主持，同时还可以看到这周江爷爷经常拿着手机自己拍摄宝家的生活日常，不知江爷爷是不是要复出了。而在今天，爱宝在园区带娃，江爷爷带着圣熙阿姨和其他饲养员在室外园区玩起了水。看样子应该是眼馋前几天宋爷爷在园区玩水，今天自己也想体验一下，甚至江爷爷看上去比宋爷爷玩得更开心。同时可以看到护栏里的观景竹几乎已全部枯萎，江爷爷应该是要打算重新栽种一批新的竹子。毕竟瑞宝和辉宝马上就要过1岁生日了，过完生日，姐妹俩面临的第一个改变就是将来室外园区玩耍，而室外园区的硬件设施当然是要在其来之前全部准备好，这样等姐妹俩来室外时才能享受一个全新的室外园区。而现在姨姨们也等不及想看到瑞宝和辉宝会在室外园区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了。准备去室外园区放松心情的艾女士看着在自己身后的跟屁虫怎么甩都甩不掉，直接转头给他一拳。辉宝还不服气，试图跳到妈妈身上反击妈妈，不料又被妈妈
一拳干倒在地。紧接着又来了一记脚出去，被打后的辉宝吓得不敢再靠近妈妈，而这一切都被待在小树上的瑞宝看见了，好像在说：妈妈打了妹妹，就不能再打我了。被打后的辉宝试图爬到小树上去寻求姐的帮忙，但瑞宝似乎在用眼神警告辉宝，让他不要靠近自己。辉宝读懂姐姐提示后，便灰溜溜的从小树上滑了下来。等辉宝再次走到妈妈面前时，没想到直接被妈妈给叼起来了。下一秒，试图挣脱妈妈暴揍的辉宝，不小心从小木架上掉下来。挨揍后的辉宝手脚都变得没那般灵活。一会儿，我们的灰雷达扫描到了妈妈，跟着妈妈去往了通往室外的通道门口。辉宝在妈妈身旁腻歪着，不断对妈妈撒娇，想让妈妈带自己一起出去。爱宝看到辉宝来找自己，艾女士先是给辉宝一顿爱的抚摸，随后便上演了调虎离山计。只见爱宝假装骗辉宝往内城走，等辉宝不注意时，又立马变回来。而辉宝反应过来时，爱宝则早已经出门了。辉宝靠自己的小短腿，终究还是没有追上妈妈。跑到门口后的辉宝试图用小手扒开房门。辉宝现在的样子简直是遗传到了乐宝的基因，因为此时的乐宝也正趴在奶爸的门口。只见乐宝在门口来回转圈，还时不时的趴在门口往外张望，好像在喊奶爸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家。眼看通道门里始终没有动静，乐宝只好转身离开。和辉宝一样，都没有得偿所愿，妥妥保家的两位宝不在。江爷爷看到正沉浸在睡梦中的辉宝，知道这是叫辉宝下树的好时机。还在做着美梦的辉宝感受到了爷爷的摸头杀，而此时的辉宝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就这样被爷爷半推着下了树。直到爷爷将自己抱起，辉宝才慢慢的苏醒过来，挠了挠自己的头，好像在说：刚刚不是在做梦吗？怎么真的被爷爷给抱下来了？不愿接受现实的辉宝便开始在江爷爷脚下打滚，无奈的江爷爷只好拿起对讲机呼叫着宋爷爷。不一会儿，就见宋爷爷拿来了盆盆奶，我们的辉宝只好乖乖的被爷爷抱着去喝盆盆奶。而此时，我们的瑞公主也被盆盆奶吸引了过来。江爷爷跟宋爷爷看到姐妹俩安静喝奶的样子，露出一脸的慈祥，而眼里则藏着对两个宝贝孙女那满满的爱意。喝完盆盆奶后的瑞宝抱住了江爷爷的腿，想让爷爷陪自己玩会儿。江爷爷读懂瑞宝的意思后，便对瑞宝来了一顿爱的抚摸。随后，江爷爷想起自己还有工作，不得不放开瑞宝的爪子。而此时趴在滑梯上的辉宝等待着姐姐的到来。刚走到小木架上的瑞宝一不小心掉了下去，趴在滑梯上的辉宝像是在询问着姐姐有没有事，甚至在姐姐爬上来的时候伸出来自己的小爪子，试图扶着姐姐上来。看着姐妹俩的互动，依依也是一整个爱住了。不一会儿，到了该回家的时间，宋爷爷走了过来，告诉姐妹俩快要回家了。看到江爷爷跟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姐妹俩也是很乖的从滑梯上下来，抱着辉宝的江爷爷把辉宝放进门口，接着便走了出来。而想让辉宝回家哪有这么容易？只见江爷爷刚走，我们的光绪同志又偷着跑出来了。看到爷爷堵住门，辉宝只好趁爷爷不注意，一个箭步溜出来，甚至还表演上了前滚翻。江爷爷看到后，只好将其一把抱了起来，连拖带拽的把他放回了家。